我们现在开始介绍几种特定的燃料，有哪些比较特定的燃料？什么叫化石燃料？不用讲了吧，对不对？动植物，然后死了之后，然后经过因为一些演变，然后就产生一些化石燃料，这个只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有一天你需要跟大家讲一些定义的话，这边就可以讲。好。先讲一个蕴藏量跟资源的概念啊。我如果有上过课，我就讲过说，40年前就有人讲过石油只能用40年，40年之后还是讲40年。相信我，40年之后还是讲40年，都会讲40年。那为什么是这样？是骗人的吗？不是啊，为什么呢？就只是说我们的蕴藏量是说具有开采价值的。那什么开采价值？就是说我这个开采出来，我还可以赚钱嘛。所以40年前的那个什么东西都很便宜。什么40年前的话，它的标准是怎么样？我打下去，那不是100年前有开采价值是怎么样？我凿个洞自己喷出来的，那才是有开采价值的。我还要挖深，还要去什么去做那些什么灌进去什么气体喷出来，那种就不要开了嘛，对不对？好了，100年前到40年前，这种挖出来就自己喷出来的已经没有了嘛。我们就讲说只要我可以灌点东西进去，就可以把它挤出来了，那就好了嘛。但是也不能弄太深嘛，对不对？到现在呢，搞不好我到海底2000英尺下面的，我都觉得说开出来我都还可以赚的。所以说变成说我们一般讲的40年的蕴藏量是讲说以现在的经济价值有开采的，但是你如果不管的话，拜托你那个怎么可能会烧的东西用的？不太可能用得完的啦，只是说你不晓得挖到多深而已，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这边是以蕴藏量，就是说有开采价值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说，基本上石油大概这个是2004年40年，天然气60几年，煤矿300多年，所以基本上看起来其实我一直觉得煤矿净煤技术就是说你如果煤矿有办法用一个好的技术让煤矿变煤气可以取代天然气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只是说这个已经很多人在研究了，而且已经有蛮多初步的成果了。只是说现在的成本，因为你要去把它气化，还是比不上直接拿天然气来的便宜。但是如果有一天天然气真的是比较枯竭了，它就很难讲。但是看起来又不太像嘛。5年前我讲天然气会枯竭，大家可能还相信嘛。现在5年之后，美国那个油页岩气出来之后，你想想看那个天然气会枯竭吗？而且。实际上，油岩气含量最多的是美国吗？不是啊，中国大陆苏联一大堆而且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开采？因为技术还没有到那边嘛，对不对？如果改天的话，基本上以美国人这种奸诈的个性，他一定也是会叫你们先开嘛，然后我再来，我就留着慢慢用嘛，对不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油页岩的上面很多都是居住的地方嘛，所以说变成说开采的过程还是可能会跟居住的那个环境相冲突。所以说很多东西你可以看一下，我就上了这6、7年来，有时候讲的话就要改变了，对不对？以前就觉得天然气好像怎么样，现在天然气又不是问题了，对不对？然后所以时代都会变，然后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好，这大概是这样。然后铀矿，我们讲说铀矿也快没了，所以现在世界上也在抢铀你也不是说今天核能发电厂盖了之后你就一定有那个呢，就可以发电的。铀矿如果没了，铀矿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也是40-50年吧，50年，对啊。好当然这个核能发电厂的问题是什么样？你当然你可以寄望以后用过的那个燃料棒可以重新再使用，可以再把它浓缩再使用，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是什么样？你当然用其他的那个又不是只有铀可以拿来做核能发电，只是说现在铀来做是最稳定，然后我们可以最了解最多的。但是只要你在周期表后面那些很大的啦，那些那个200以上的那些东西都是潜在的，都是可以用来做的如果哪一天铀矿没有的，我们要找到一个新的核能的那个燃料的那个替代能源，应该我觉得当然还是钱的问题而已啦，不然就绝对是没问题的这样子。所以看起来好像供应年限都是有限的，事实上整个那个，所以我这边讲说资源那个蕴藏量跟资源，对不对？蕴藏量是指已经可以被发现，而且是当今技术可以获利的，有几个被发现。然后用当今技术可以开采，而且可以获利的。但是呢，越来越多的什么你偶尔就会看到说，哪个地方又发生了新油田，天然气的那个蕴藏量很高。然后第二个，你的开采方式
越来越进步。以前你能想象说可以到海底2000英尺去开，对不对？你开采方式也在进步。第三个，因为整个物价起来，我可以开采成本就容许的成本就越来越高。所以这是3个在动的新发现的技术。还有什么样成本的那个成本的获利性这几个，所以你会发现说资源那么多啊，这个样子。事实上，好像我以前有张图，可能没有update，我可能没放进来，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它有一个表，就是说被发现的新油田跟使用量的比，事实上还蛮好玩的，还存在某个特定的平衡关系，就好像说你有时候觉得说这个是骗人的。他故意这样子，好像说我用到多少我就发现多少，有时候好像那种感觉。不过就是因为全世界真的是自己在开那个在开矿，不过这就是个问题啊。为什么现在东海的问题啊，对不对？那乌克兰的问题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我昨天讲过了，天然气的问题，对不对？很多地方啊，大部分都是因为能源的哈。OK 好，所以这个煤矿啊，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煤矿大部分它的过程，大部分就是一些大量的植物，然后经过一些什么。那个耗氧反应，就是有跟氧在一起的一些反应，然后就慢慢的变成那个煤矿。这边我不讲太多，这边只是提供大家一些资讯。如果你有朝一日你需要这些资讯的话，最起码这堂课的那个讲义就提供给你了。比如说这个是蕴藏量啊，哈，这个是那个从那个 BP 啊，就是那个英国石油那个提供的。全世界的什么样那个煤矿蕴藏量的比，在这里你看出来，数大便就是煤嘛，对不对？你国家大的话，就是有这个好处。你看前面几个哪个不是大国啦？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澳洲、南非，好，这边跟乌克兰，乌克兰也很大，乌克兰好像有台湾的好像20倍大，啊，人口才台湾的1倍而已啊。你看那都是这样，那它也是台湾也蛮大的。哈萨克这都是很大的，对不对？波兰也算蛮大的，巴西，你看这些国家都是什么？尤其是就前面几个国家就占走，所以这些国家就得天独厚嘛。我周公要上堂可以花，你就不用太努力了这样子。基本上的话，它的一些我们刚才讲过了，它的主要是含了什么呀？含了一些，就是大部分都是含碳嘛，对不对？那个煤矿然后。这边看一下，是说它的几种，这边只是大家好像地理有读过了，我不晓得你们地理有没有读过，就是说煤矿有哪些煤矿，大家看一下就好，就不是重点的哈。我们以后不是要，除非你要做这个采买，不然就不是重点。就是什么有和煤、亚烟煤、烟煤跟无烟煤嘛。啊，当然就最高等就是怎么样，就是这种无烟煤嘛。因为怎么样，它的燃料成分越来越高嘛，所以它的热值越来越大嘛。然后它燃烧过程的时候产生的那个污染物也会越差嘛，越少嘛，对不对？所以这基本上是和煤、亚烟煤啊，你就知道说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煤这样子。对，这边是基本上它就是说用这种分类了，对不对？你我想说，这就是大家知道就好，有这个资讯，以后有需要回来看，他们是怎么样去判定这些什么叫做无烟煤，什么叫做和煤这些好。好，然后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用途，当然是说你如果说一些电力的话。电力方面的话，这些需要大量的东西，大量的那个我们那些用品是比较差的，但是你在做的过程之前，在燃烧过程之前，我们把它处理一下，这样子，这是看一下就好了。好，所以我们讲说煤的利用有两大类，第一个叫什么？直接烧它嘛，一个叫什么？气化。我跟你讲说，今天很夯的 IGCC， 气化出来的气体不仅是可以发电，可以用来做很多燃料。搞不好哪一天你发展出一种可以吃 CO 的引擎啊，那你们可不可行？可行啊，东西都可行，只要可以烧，我就可以运用我的 cycle 的动力循环就可以动啊。唯一问题是什么？第一个，你的效率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引擎的材料会不会受到因为产物的腐蚀啊或怎么样？你只要克服这些问题，你就都可以做嘛。所以基本上它的两大，第一个是什么？所谓的燃烧，就直接大家都知道。这些燃烧东西之后，就变成什么样？变成二氧化碳跟水。另外一个是什么？把它气化。气化，那气化的话，就是说我的什么？我的氧化反应不要那么完整。但是所以说，燃烧过程是得到什么样？得到净能量。气化过程是你要给它能量。
但是这个能量就是得到燃料以后的话，净能量还是会得到，还是会比较好的。所以基本这个是整个就是气化过程。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异化，那异化就很辛苦了。那个如果直接把固体把它变成液体的话，叫什么？叫用热解法嘛。用热解法，你可以直接把固体变成液体，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煤油啊。那古时候的煤油你就是可以用来，也是可以做燃烧。所以基本上，我个人是认为，当然现在因为整个油页岩气的进口，这可能对天然气的供应可能又不是那么有急迫。不然这几年前我都是一直认为，我个人的认为是说，把煤矿好好的做净煤技术啊。这个净煤，我觉得净煤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未来，因为煤矿量又多，那甚至煤矿一般来讲说比较初等的煤矿的话，几百年就可以产生了，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用了几百年之后，搞不好有新的煤矿可以产生这样子，所以这边净煤技术反而是一个比较可行，而且是比较长久的，不要受制于说还有多少那个蕴藏量这样子。不过呢，这个净煤技术我们讲说，你看你要把它净煤最重要是气化过程，要给它很多能量，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设备，可能如果经济价值还不在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流行这样子。好，所以煤矿大家都知道说，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对不对？那就煤矿，然后它蕴藏量大概还有300-400年，然后基本上传统是用来烧，然后就可以发电或怎么样。但是现在技术可能希望是跟 IGCC 结合，可以在气化过程里面做一些那个。那按煤矿怎么开采，就不用讲了吧？就挖个矿坑进去啊。然后就把它挖出来，对不对？所以说煤矿开采技术当然也有就比较好的那个什么好的机器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差不多了哈。